允许就擅自做实验，你们做得明白吗？张教授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，新来的实习生范若若竟自称是教授的关门弟子，开始作威作福。暖暖，我去参加会议的这段时间，实验室就交给你这个大师姐了。我5天后下午3点回来，到时候有个重要消息宣布。走。等我出差回来，要当众宣布，让暖暖做实验室主理。师姐，不好了！范若若说他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现在正在实验室摔烧杯，还要停掉你负责的国家级项目，你快过来呀！江教授下午3点就回来了，他又想做什么妖？才入职5天，连基本的试剂配比都没搞懂，就要指导我们做实验。夏暖，我第一次以江教授关门弟子的身份主持实验会议，迟到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师姐？我正在准备待会儿给投资商展示的催化实验。闭嘴！你这个季度的实验奖金没了。既然人到齐了，我宣布件事儿：从现在开始，以后所有的实验操作得听我指挥。谁要是敢擅自动手，直接从实验室除名。我可是江教授钦定的亲传弟子，以后整个实验室都得听我的。你去给我买份黑松露意面来。实验室有规定，不能带外食进来，否则会影响试剂纯度。闭嘴！现在实验室我说了算。还有，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把空调温度调这么低？没看到冻到我了吗？给我调到30度。调温会导致心律偏差，这该怎么办？看你还穿着裙子会冷，而且在实验室里面走来走去是不安全的。要不我去给你拿一套实验室防护服。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教我怎么赶实验室？若若，这可是腐蚀线。配叫你的名字。以后见到你得叫大师姐。现在愿意带着做实验，还把首位署名给下到研究员的实验室，凤毛麟角。何况还是国家重点实验，江教授就要回来，我忍。是，大师姐。都记住了吗？很好，以后实验室所有的实验项目，无论区级还是国家级，论文里我的名字必须写在首位。以后实验室的温度我说了算，谁也不准擅自调，听到了吗？行了，暂时就这些，都滚回去做实验吧。夏暖，你留下。我？
听说江教授在这群乌合之众里最看好你，大家做实验都要听你安排。听说江教授在这群乌合之众里最看好你，大家做实验都得听你安排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做这个大师姐吗？大师姐哪儿的话，我也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待的久，来给大家搭把手。真正说的算的，当然是您这个关门弟子。算你识相，也是。就你这整天围着世纪转的样子，江教授怎么会真把实验室交给你？看你这么识相的份上，我好心指导指导你。过来，把这台上的实验做完。没看到我口红花了吗？还不过来帮我举下镜子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我看我口红花了吗？你看，这高度行吗？高了，你跪下去。也不是我非要为难你，但江教授说了，你们连规范实验都做不到，我不得帮教授替他排忧解难。你们这群牛马，我早就习惯了辛辛苦苦做实验，再把署名给教授，有什么好不服气的？试管里的溶液快到临界点了，我得去盯着啊。急什么？那实验没你还能停了不成？我这张脸是实验室的牌面，谁轻谁重都分不清。江教授千叮万嘱，头子正要看的是实验数据，他倒好，成天就知道臭美。哎，是。行了，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有我这个大师姐在，轮得到你担心？啊！什么东西？烫死我了！都怪你！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我没跟你说清楚。看你这毛手毛脚的样子，实验室交给你，我怎么会放心？走，带我去核心实验室瞧瞧，我给你指导指导。核心实验室不能去，里面的母液正在恒温反应，开门有气流进去，整个实验都白费了。你少骗我！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看核心实验室，怕我抢了你的功劳。钥匙呢？江教授肯定给你核心室的钥匙，拿出来。暖暖，核心实验室的催化母液是投资商能否继续赞助的关键。我把钥匙交给你，一定要看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好核心实验区，绝不让实验出问题。真的不能去，否则伤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。现在开门会毁了所有的努力的。我看你是进去不吃罚钱，今天非进去不可。真的不行，不能来。我的头发！
头子上看，他们懂啥？倒是你，连个火都看不住，还真是没用。投资商已经到了，正等着看午夜。现在午夜被毁了，你就等着待会儿怎么跟教授交代吧。你敢告状？这点小事儿就不用麻烦江教授了。那你就把那个拿给投资商看，随便糊弄一下不就好了？是，就听大师姐。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个烧杯还不快去！快上！这温度也太高了，才不到1个小时，菌群全死了。30度，这包子根本就活不了。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不用做实验吗？好啊，我让你们按照我的要求做实验，你们倒好，偷偷用扇子瞎折腾。你们是想故意吹乱培养皿的无菌环境，让所有实验都失败吗？啊？师姐，他们只是想救活这些包子，这些包子活不了。闭嘴！闭嘴！我是大师姐，你只不过是个实验室里打杂的，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怎么？难道你想说都是我的错吗？他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忍一忍，下暖，再忍1个半小时，江教授就回来了。你，还有你们俩，违反实验室规定，今年的奖金没了。大师姐，我们只是想救救包子而已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竟敢损坏实验室的物资，必须赔钱。不只要赔钱，想想论文，你们还能跟在我的后面署名，这么好的福气，所有人必须付费上班。别呀，大师姐，要不你也饶了我们这次？我妈在住院，真的没钱。没钱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再不给，别怪我把你们都开除了。大师姐，实验室的损耗本来就该由实验室来报销，付费上班更是闻所未闻。差点忘了罚你，刚你损坏了核心实验室，得罚他们的3倍。3倍？凭什么？4倍。不是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倍！我靠，财神爷来了也经不住这么罚呀！行，所有的罚款我来出，您别罚他们。总算有个懂事儿的，能为实验室出资，你该感到荣幸。大师姐英明，能在大师姐手底下做实验，还能沾上顶看的光，这钱花的值啊！没扣你钱，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怎么？看你表情不服，信不信我让你滚蛋？不敢，不敢，我就在心里骂。能拿我怎么着？大师姐说了半天了，喝一杯茶谢谢。还
还是你懂事儿，不像某些人只会跟我作对。江教授还是太好心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让进我们实验室。好笑，那个走后门的也好意思说我从实验室打杂到写出顶刊论文，每一步都是我自己拼出来的。行了，夏暖，赶紧把这个破溶剂给投资商送过去，结束后来核心实验室找我。还没到2点，离江教授回来还有1个多小时，这难熬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张董，你听我解释。把我当傻子了吗？说好让我来看5页，你让我看这什么？我花9位数投资你们实验，结果就研究出来这么个破玩意儿。张董，您消消气，等我们教授回来，我让他给您现场演示实验成果。夏暖，你怎么磨蹭这么久？不就是把米烧了吗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师姐，实验室的资金用光了，还需要张董继续投资呢。哼，他不过有几个臭钱罢了，他这种暴发户懂什么？我还怕他身上的铜臭味亵渎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呢。你们实验室就这种水平，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。我看没必要等焦教授回来了，以后也不用再来找我了。张董，我们还不稀罕呢，倒是你连个投资商都说服不了，真的，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怎么有资格做实验？去，把那堆烧杯试管洗了，以后你就做这个。大师姐，楠楠姐主导实验，今天下午就要出关键数据，真的不用再耽误了。那可是冲顶刊的成果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能发顶刊的实验，当然得由我这个大师姐亲自掌控，轮得到你们瞎忙吗？既然你这么护着他，那你俩一起洗烧杯。我自己，你来辅助我做实验。楠楠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江教授，您到底找的什么关门弟子啊？他不仅搞砸了核心实验，还气走了投资人，大师弟抢实验，再这么下去，这核心实验室就要被他混光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忘了，张教授现在应该在飞机上，要下午3点才能到实验室。夏暖，都3点了，你怎么还没醒？搞不定投资商，洗烧杯都不积极。实验室养你，还不如养头猪。大师姐，教训的是我吩咐的事，你一件都办不好。你说该怎么让他长长记性？当然是开除。你说什么？有道理。不过看在你为实验室工作了4年的份上，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洗完烧杯，把这儿全部打扫一遍。对了，记得把手套脱了，别浪费实验室物资。大师姐，这些烧杯里面都有尸体残留，不仅有腐蚀性，而且还有毒。空手洗的话，严重的话可能会死人的。切，少糊弄！要真危险的话，做实验的时候怎么没事？大师姐，这是常识，所有人都知道的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让你的行政主管去洗吧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开玩笑。既然你说这试剂这么可怕，那就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危险。放手！放手！不要！
你就这么看着还不动手？大师姐傻，别不知好歹。你放手！范柔柔，你知道我的手会被放开！你不是喜欢助纣为虐吗？你不是想看看有没有毒吗？你自己试试。还有你，屁大点的权利全用来为难别人了，什么贤者，以为自己是断绝反派呀？这什么东西？不会死人吧？夏暖，我的裙子！你疯了！等江教授回来，我一定让他把你赶出实验室！脏死了！你给我等着！行，老娘等着。暖暖，刚刚我们都看到了，你扑那一下真是太爽了，终于有人敢治他们了。不愧是我们的大师姐。这是怎么了？温度降不下来，菌种全失活了。要是再跳不回25度，就算重做10000遍也没用。没事，范若若以为她把空调遥控器藏起来，我们就没招了。别忘了，咱们可是研究员，有的是办法。是不让动空调吗？看不治个病，我冻死他！你们一个个不好好做实验，偷什么懒？夏暖，你竟然敢跟我作对！我不让你开空调，你就自己制冰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范若若，这还不是你逼的？仗着自己是大师姐，作威作福，老娘我早就不伺候了。你不让我动空调，我就自己制壁屋。怎么？夏暖，反了你了！不让你制冰，不让你做实验，没了实验器材，你还怎么跟我斗？不让你跟我对着干，不让！从今天开始，行政主管接替夏暖的研究员岗。夏暖，你被开除了。暖暖姐，再忍忍，江教授马上就回来了，咱别跟他硬刚，等教授回来再说。怎么还没3点？怎么怂了？都给我记着，谁再敢忤逆我，就跟夏暖一样，给我滚蛋！用不着，大不了这些奖项老娘都不要了。告诉你，老娘不伺候了。暖暖这孩子呀，这么努力又有天赋的孩子，一定要留住。回去就让他做实验室主理人。暖暖，实验室还顺利吗？我快到了。江教授，你收的什么关门弟子啊？某业被毁，张董撤资了，他还抢了我的项目，把我开除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才35，又不是85，收什么关门弟子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没收关门弟子，人家都在实验室发号施令了，难不成是冒充的？收没收关门弟子你还不知道？电话说不清，我快到了，见面说。范若若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敢冒充江教授的关门弟子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可是给江教授行过拜师礼的，未来必定是顶尖科研人才，也是你这种人能诬陷的。甄强，去把空调打开。周信，去把他的奶茶和蛋糕都给扔了。快去！我看谁敢！我可是给江教授行过拜师礼的关门弟子，谁要是敢听夏暖的，我现在就开除他。我还说我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范若若，又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，这事儿你总得拿出来证据。想要证据是吧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！这真是江教授的妻子，
暖暖，你不是说江教授没收关门弟子吗？这照片不会是假的吧？阿姨，我是若若，您最近怎么样啊？若若，我挺好的。你们最近顺利吗？有空的话，你跟导师回来吃饭。我炖汤给你们补补身子。好的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师弟叫我有事儿，咱们下次再聊。现在能证明我江教授关门弟子的身份了吗？难道江教授骗了我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刚不还挺刚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也动摇不了你被开除的事实。用不着你开除，老娘不干了。都看着，这就是不听我命令的下场。谁要是再不听我的，就跟他一样滚蛋。暖暖姐，不好了，张董说要投资我们的死绿头万安实验室，现在万安的人都在前头闹事呢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慢着，夏暖，你个废物，连张董都搞不定，现在已经被开除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处理？这种事当然是我这个大师姐出马。让夏暖来。这是我们江教授的关门弟子。关门弟子是吧？现在由我们万安实验室为张总继续研究。之前张总给你们投资的钱，现在把所有研究成果交出来。你们万安算哪根葱？跟张董合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研究成果是我们的，就算卖给收废品的都不给你。现在为张董研究的是我们万安实验室，你要是不把所有研究成果交出来，我合理的怀疑你们是为了诈骗张总研究经费。哼，吓唬我是吧？老娘就不交，你能拿我怎样？那我就把你们名科都砸了。夏暖，你这是？我辞职了。那你要不要来我们万安呢？就这么个废物，你也抢着要，真是一群眼瞎的。是不是因为他辞职的？是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江教授对我有恩，我是不会去铭刻的对家的。抱歉啊，作为同行，我劝你一句，铭刻保留实验成果是合理合法的。再说，张董还未正式与万安签约，你们这么耀武扬威，万一传到张董的耳朵里，树大招风。谢谢你，我们走。夏奶奶见人说了什么？他们就这么走了？肯定是被您的气势给震慑到了，怂了。也是，那个废物能干什么事儿？暖暖，张总这边到底怎么了？别问我，江教授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暖暖，你抱这么大箱子干什么？师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实验室办点事儿，正好呀，来找你。你去找行政主管吧，我们已经交接完了，我被开除了。什么？恩琪怎么敢开除你？我这就问他。不是他，是他的关门弟子开除的。他什么时候有关门弟子了？不是他，是他的关门弟子开除的我。恩琪跟我讲的是要收暖暖为关门弟子啊，难道是有什么误会？暖暖，我这就发消息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秦溪、玉林，这就是我导师的实验楼，这可是市中心。若若姐，你教授的实验楼真豪华。那当然了，
我导师对我可好了。哎，若若，那个是不是你师母啊？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我先去办点事儿。他怎么跟那个女孩待在一块儿，关系还那么亲密？他是夏暖。秦溪姐，你认识她？当然认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，哄得导师让他做实验室大师姐。若若，你现在刚成为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可不能让那女人钻了空子。我就知道她是个心术不正的臭婊子，开除还真是便宜她了。范若若，你疯了！我都已经辞职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打你这个心思不正的婊子了。你就是嫉妒若若刚毕业就当上实验室的大师姐，还被江教授收为做关门大弟子。你说你是不是想挖墙脚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夏暖，看你这灰头土脸的样子，连流浪汉都不如啊！秦溪，我要报警！你故意伤害我！贱人，还敢报案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贱人，还敢报案？信不信我让你在各个导师圈子里成为黑名单？看我不打死你！一个不入流的小实验员也配跟大师姐叫板？秦溪，你若若，他一个小实验员，竟然敢这么跟我讲话，太嚣张了吧！看来他没把你这个大师姐放在眼里呀。哼，夏暖，看来实验室的规矩没让你学乖啊。现在大师姐我呢，就再教教你做人的规矩。你呢，一个外门弟子，按规矩是不是得叫我一声师姐啊？我呸！你们可真是恶心！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！看来做师妹的规矩你还没学会啊。钥匙拿过来，核心实验室的钥匙岂是你能碰的？这钥匙是师傅留给我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拿？江教授是我的导师，他交给你保管的东西，我这个做师姐的怎么没有权利过问？整个实验室都得归我管，包括你。你可真是不讲理！你敢打我，反了你了！贱人，给我打他！好啊，敢抢若若姐的钥匙，找死啊你！做得对，像这种不听话的师妹，就得让她知道这个实验室谁说了算。范若若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被师娘发现吗？阿姨特别疼我，每次见到我都关照我。你说她是护着我，还是护着你这个不知名弟子啊？若若在干什么？住手！若若在干什么？不可以，千万不能让江夫人看到我恶毒的一面。若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不进去啊？阿姨，我就说嘛，刚刚好像看到了您的身影。不过您今天怎么有空来实验室逛逛呢？哦，我来实验室办点事儿。这个箱子怎么落在这儿了？若若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这里等人？您说那个女孩啊？她刚刚好像去那边的公共卫生间上厕所了。啊，好。救命！暖暖，我怎么听到了暖暖的声音？阿姨，那边正有人闹事儿呢，听说闹得可凶了。那小姑娘霸占别人的位置作威作福，所以正主正在里面教训小人呢。您现在可别过去，小心伤了咱。那你也小心点儿，不要靠太近看热闹。我怎么会？会？怎么不会？我就是那个正主啊！好好的小姑娘，怎么霸占别人的位置欺负人呢？我先走了，阿姨再见。压过来！
听见了吗？干什么不好？偏偏占着别人的职位，用着别人的权利，很爽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占别人的位置，你大可以去问问师娘，她什么都知道的。放开！若若，不要信他的话。江夫人不清楚事情缘由，要是让她知道你这么对她，只会觉得你心肠恶毒。到了江教授那里，你的形象就毁了。贱人，差点就上了你的当，还想诓我不成？本来以为开除你，你就歇了巴结江教授的心思，没想到你又缠上了江夫人。这什么破东西，都勾到我衣服了！祝暖暖实验成功。说，论文是不是江教授给你发表的？妈，你一定会好起来，医生说还有很大希望。暖暖，妈妈太累了，不能陪你了。这条手链从哪里给你？妈把情人传给你。若若，把手链还给我，不然我不会让你好好过的。你给我！你敢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是有靠山的，我根本不怕你一个实验室牛马。姐妹们，压住他，给我打，看他还敢怎么嚣张！你个贱人，都走光了！若若，把手链还给我！你给我！姐妹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有人在打人，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若若，有人在录像，我们不能被上传到网上，让江教授看到，我们就完了。抱歉啊，暖暖，刚才是我们没有理清证据，误会你是小偷了。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没调查清楚就敢随便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你们别抓着小姑娘了，放人家走吧。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善良。我向来善良，只不过对你这种人免疫。毕竟我即将成为实验室的大师姐，还是要讲点规矩的。你想等江教授回来可以，但是得在这儿乖乖等着。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小姑娘，周围还有其他卫生间吗？阿姨，这方圆10里没有卫生间了。不过前面的民科实验室大楼有卫生间可以用。谢谢。阿姨，那边正有人闹事儿呢，听说闹得可凶了。那小姑娘霸占别人的位置，作威作福，所以正主正在里面教训小人呢。您现在可别过去，小心伤了咱。不对，回实验楼。不是说等江教授回来吗？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洗手间？这不是怕江教授回来了，看见你这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还以为我虐待你呢，总得替你收拾收拾。不用，我没有可怜兮兮，我也不用你们帮忙。哎，若若让你洗，你就在这好好洗，废什么话？若若盯着你洗是给你面子，别在这不情不愿了。夏暖，现在可没人能来救你了。但若若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？我再跟你解释一遍，论文是我一点一点积累实验数据发出来的，我没有占谁的位置啊。
信啊！但你这穷酸气，我怕你脏了江教授的眼睛。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给我反省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你跟我去实验室做实验，这下终于没有人能碍手碍脚妨碍我做实验了。江教授一出差回来就亲自来见我，吃个饭的面子嘛，还是可以的。关于投资的事儿，等见了夏暖再说吧。母业的事儿，我回去找暖暖了解清楚，一定会给您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。只是暖暖啊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下周晚上来不了了。下周晚上来不了了。张总，我们实验室的供应商准备了个颁奖晚会，诚邀您、江教授和夏暖，请您赏个面子来。江教授，你也听到了，晚上夏暖不来，我和投资也到此结束了。哎，抱歉，张总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江教授，夏暖为了报答你，拒绝了我们实验室的邀请。你也就是在挑夏暖的时候眼光好，看其他人的眼光嘛，还是差了那么一内内呀。你为什么把暖暖开除了？这不是暖暖经常戴的手链吗？平时最宝贝这个，怎么会丢在这里？核心实验室就该是我这个大师姐的，这下总算没人能阻碍我做实验了。你去把那个烧杯拿过来，辅助我做实验。哦，好。师姐，我有些肚子痛。我呸！你个胆小鬼，这有什么可紧张的？走走走走走，没你，师姐我照样行。我只是想提点你而已。是师姐。叫你们不服气，不改给品种不就好？接下来该做什么来着？对，将试管里的溶剂倒在烧杯里，应该是这样。林，晨曦，江夫人一直在找我，你们就不怕江夫人到时候找你们算账啊？我还是打电话给暖暖确认一下。暖暖，暖暖，你在卫生间吗？暖暖，我在这儿。江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厕所坏了，我也是才发现。小琴，这不是暖暖的手机吗？哦，你说这个，这是我刚刚在门口捡到的。这屏幕碎了，也不能接电话了，那您还给失主吧。这卫生间怎么这么乱？是你弄的吗？不对，是我。小翠华阿姨，这里还没有修好。暖暖，你说暖暖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开除暖暖了？我打不通她电话，她把我拉黑了。暖暖的手机丢了，我现在正在找他人呢。暖暖说是你的关门弟子开除的，在所有研究员中，你不是最喜欢暖暖了吗？还有，你不是今晚就要给暖暖认命书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最喜欢？不是，怎么你跟暖暖什么都说吗？南航，开快点，我
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打着我的旗号，敢招摇撞骗。江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这厕所坏了，我也是才发现。小琴，这不是暖暖的手机吗？他身强警着，明白。快去救我呀！谢谢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学，是好朋友，但我没想到，居然帮着范若若这么欺负我，我真是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嫉妒。凭什么你一来实验室，江教授就对你称赞有加，而我从来都没有在江教授嘴里听到过一句称赞？你能当大师姐，别人也能。江教授夸过我，那也不妨碍收拾了关门弟子啊。江教授居然收了一个这么蠢的关门弟子，年轻时点。闭嘴！谁让你说江教授了？快，你们俩把他给我丢到核心实验室去！你们非法去亲身伤害，生怕执法人员查不到你们吗？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哎，若若，要不我们把他打包送到精神病院吧？这样看他还怎么反骨。好主意，给我走！放心，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我是为了你好。为他好什么？为他好什么？怎么又回来了？阿姨，暖暖怎么了？实验室怎么着火了？暖暖，你没事吧？暖暖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师娘，你帮我给他们说，我没有抢占名，我也没有靠江教授的关系。暖暖放心，我根本就不会占了你们的名额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你们江教授从来都是让你们自己发刊的。算了，师娘我肯定不能相信，毕竟范若若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。阿姨，我可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你得为我主持公道啊！那你也不能打暖暖，他跟你压根也不同门呢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老师可是您的老公啊！当年只是我小叔子，怎么变成我老公了？江年呢？暖暖，醒醒，别吓我！暖暖，装睡，刚刚还好好的。就是，他肯定是想骗您同情。闭嘴！暖暖要是有3长2短，你们等着！我这就打120，你撑住，暖暖，120一会儿就到。一点小伤，不用叫救护车了吧？传出去不好听。闭嘴！暖暖要是有事儿，我会做主开了你，江家也不会认你们老师。究竟谁干的？南恒，掉头去医院。是。郑强，你怎么来了？暖暖姐，你醒了，是师娘让我来帮忙照看你的。师娘，她来了吗？师娘去找范若若要赔偿了，听着火气挺大的，核心实验室被烧了，没保住。他们真不是东西，刚才那个秦曦还给我发消息说要报案告你故意伤害，这简直就是扯淡。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。医生给我验伤了吗？验了，医生说你有轻微脑震荡，还有腰椎损伤，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擦伤。暖暖姐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咱们报案吧。报案？范若若她是咱们教授的关门弟子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江教授，他回来了吗？你去检验科拿我的检验报告，这事儿没完。
肯定是师娘帮我弄回来的。我在昏迷之前，好像听到师娘喊了一个名字。那你也不能打暖暖，她跟你压根儿也不同门呢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老师可是你的老公啊！江年呢？暖暖，醒醒，你别吓我，暖暖。江年是个人吗？难道范若若真的不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？妈咪，你还需要休息。没事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找江教授，找他问清楚。护士，夏暖6-9号床。夏暖，你是他家属吗？对。他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，不过他伤得有点严重，需要再观察观察。哎，人呢？我就说嘛，命硬得很，死老太婆非瞎担心。可不是嘛，不愧是学术渣子，这么折腾都没死。夏暖，换作是我，像你这么没皮没脸的，早就找个地方自我了结了，怎么痛快怎么来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学术渣子，夏研究员什么时候成学术渣子了？不知道啊。你都已经被开除了，怎么还舔着脸来实验室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范若若，你的导师到底是谁？你以为跟江夫人告了状就有用？跟我斗你也配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你到底懂不懂？是谁？是谁说我收了关门弟子？是谁说我收了关门弟子？江教授，你怎么才来？这么笨啊！被人打了不知道还手了。你们一群人欺负我，我怎么可能一拳敌6手？实验室这是怎么回事？赶紧回去做实验！这是实验室，不是 KTV。实验室温度怎么这么高啊？南恒，把温度调到25度。你是谁呀？他们都是来伺候我这个大师姐的。我立规矩的时候，你没听见是吗？你在我的实验室竟然不认识我，我请问你是谁？他不是你收的关门弟子吗？你不认识他？你胡说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我导师？他这么矮，我导师185好吗？张教授，大学的时候我上过您的课，您还记得我吗？记不清了。暖暖，南恒，叫保安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！记得把那个什么行政主管给我开除！哎你，带走，走。完了，枪。夏暖，别以为随便找个男人就能护着你。等我导师来了，你们别想好过。骗子，可真嚣张，竟然敢冒充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混吃混喝，可真是心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若若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那个男人怎么说这个实验室是他的？喂，江年老师，这民科实验室的老板是你吧？当然是我的了。怎么，他们不听你的话？等我出差回去，开除了那家伙。好，我就说了，老板一定是江年老师的。等他回来，他们别想好过。
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后来的事你也都在了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就是我最信任的弟子，你当时就该把他丢出去啊！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拿出来了跟师娘的合照，当时我就懵了。跟我老婆的合照？看来这骗子已经踩好点了呀。可师娘好像认识范若若，我看他们说话还挺熟的。谁是范若若？就是那个说是你关门弟子的那位，叫范若若。师娘没接电话。老师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在冒充你？我要是知道是谁，我非得把他们揍一顿！哎，你乱动什么呀？乖乖躺好了，来，快躺好。哎呀，别动了啊！哎呀！江教授，你怎么才来？我要是知道是谁，我非得把他们揍一顿！不管是谁敢欺负我的弟子，也要付出100倍的代价。暖暖，怎么样了？我腰都已经好了。江教授，我实在是对不住你，核心实验室还让人给毁了。嗨，是我的错。江教授这是什么意思？凭什么你一来实验室，江教授就对你称赞有加，而我从来都没有在江教授嘴里听到过一句称赞？你能当大师姐，别人也能。怎么，腰又疼了吗？啊，没，没事。江教授，您歇着吧。没事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大师姐，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！难道江教授要给我升职？来，暖暖。啊，江教授，为了补偿你为实验室受的伤，我带你出去逛街吧。今天的消费我买单。啊？还买呀？累死了，我不逛了。今天真是开心呀，满载而归。江教授，你交代有关夏研究员的事情，我已经办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啊？好，来，卡给你。我现在有些急事需要处理，这张卡没有限额，给自己买点礼服吧。拿着。什么事儿这么紧急？无限额度的黑卡，不愧是江教授，就是大方。都准备怎么样了？江教授放心，都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颁奖典礼上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冒充我。这套礼服好漂亮啊！小姐，您眼光真好，这是我们店内最新款，数量仅此一件哦。这多少钱啊？这款礼服是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独家限量款，价值6位数。多少啊？6位数啊！有钱人是真有钱。我说你这人有没有素质啊？这明明是我先，你先看上了又如何？你个穷鬼，你买得起吗？你个穷鬼，你买得起吗？小姐，
要不我给您拿别的款式？就要这件，给我打包。这，好吧。你长没长眼啊？我这可是高奢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女士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你别理他。范若若，一套裙子而已，你别太过分。住手！江教授，你应该庆幸我不打女人。是你个假货也敢这么嚣张！等我导师来了，一定饶不了你们。穷鬼就是穷鬼。果然，代表的高奢都是给我们穷人看的，哪像江教授就爱穿些手工定制款。这下好了，别人还以为是便宜东西。听说你们也是研究员，最近有场科研领域的颁奖晚宴，不知有没有兴趣参加呀？那是自然，我们若若可是江家大弟子，参加过的颁奖晚宴那可是数不胜数。是吗？那不如请我们去颁奖典礼现场参观一下，也让我们这种穷人长长见识啊。听说这场颁奖典礼是民科实验室举办的，虽然江年教授还没说带我去，但凭借我关门大弟子的身份，任他们也不敢拦我。好啊，那就让你们这些穷鬼长长见识。哼！等会儿有3个女人去颁奖典礼现场，放她们进去。教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关门打狗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是谁冒充我吗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来场瓮中捉鳖。把这衣服打包吧。好的，先生。哎，麻烦您收拾一下邀请函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可是你们江教授的关门弟子。若若，你不是民科实验室的大师姐吗？他怎么问你要邀请函啊？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我可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识相的就赶紧放我进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没有邀请函，不能进入会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耽误我领奖，你负担得起后果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让他进去，我留着有用。范女士你好，我是颁奖典礼的负责人，江教授特别叮嘱我过来照顾你。我就知道江教授会给我安排好一切的。现在我能进去了吗？可以可以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范女士，里面请。真不愧是民科举办的颁奖典礼，来的都是科研界的大拿。那不是刚获得奥林奖的林博士吗？他可是我的偶像，居然也来了。大师兄，江教授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大师兄也来？之前都在忙你那边的事儿，林叔好像跟我说过要来看我，我给忘了。够了！知道林博士是谁吗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岂是你们能高攀的？确实，江教授，我看着大师兄都没瞅着你，我觉得吧，应该把他逐出师门，这样我就能上位了。你这孩子呀，你们都毕业多久了，怎么还跟他过不去啊？夏暖，我们若若可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不要以为跟着我们混进来就能实现阶级跨越了。你个废物，这估计呀，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个机会能参加这种盛会吧？还不感恩戴德吗？是，我是废物。大师姐，那我们坐哪儿啊？当然是第一排啊，只有第一排才能配得上我们若若大师姐的身份。
离我偶像更近一步了。若若，谢谢你啊！真是没见识。带我们过去吧。以我老师的身份，我们一定坐第一排。若若，我看见我偶像了，我去跟他打个招呼。真是没见识。这第一排坐着就是不一样，视野都比别人宽广。哎，若若，以后你导师要是找你做什么项目，不要忘了我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子。哎，你们凭什么坐第一排？让你们跟我进来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那你为什么能？若若可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跟你们可不是一个量级的人。他可是代表江教授出席，他不坐第一排，谁坐第一排啊？有的人啊，就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。暖暖，好久不见。小雨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暖暖，江湖救急，我手底下的几个小孩带他们做实验，结果那几个小孩什么都不会。这2天我导可把我给骂坏了。你发发善心，过来帮帮我好吧？你放心，你只需要核对几个数据，其他的交给我，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进度。好，反正我最近也不怎么忙。你就差吃喝住在实验室了。江大师教授手下的大师姐可不好当吧？实验完成后，姐妹请你吃大餐。江教授对我挺好的，没事儿。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才是江教授的首席大弟子，夏暖就是个冒牌货。暖暖，他是谁呀？江教授有收新学生了吗？他，暖暖，我们家灭绝师太又找我了，我得先走了。李老师对你是严了点儿，不是对你也挺好的吗？把好的项目可是都给你了。唉，痛并快乐着吧。暖暖，到时候我再联系你。拜拜。夏暖，你敢无视我？你什么意思？信不信我把你开除了，让你再也进不了实验室？大师姐，我跟别人聊天，碍不着你什么事儿吧？你去他们实验室干什么？是不是想泄露我们的实验数据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泄露实验室的数据，我一定让老师开除你，让你在科研界成为过街老鼠。师姐，慎言！你够了！你个老东西，敢吼我！你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空口造谣，随便诬陷别人。我是他师姐，我教育我师妹，关你什么事？若若，典礼快开始了，别跟他们闹。我今天是来领奖的，领完奖再替江教授收拾你们。教授，我们真的能引出他身后的人吗？放心，云老师我自有办法。下面颁发的是本次大会最具潜力的启明星奖。若若，我刚才已经听说了，启明星奖要颁给咱们民科实验室。若若，你可太棒了！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子。民科实验室在我的带领下只会越来越好。算你做得好，实验室被你占了，最佳做妖奖，你倒是实至名归。
本次大会启明星奖的获得者是民科实验室。让我们有请民科实验室的代表上台领奖，掌声有请。夏暖女士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才是民科实验室的负责人范若若，快把奖给我。范若若是谁呀？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就是啊，我见过江教授，他身边一直都是夏暖这个同学啊。丹丹，教授，真的可以吗？这奖不是你带领大家辛苦做出来的成果吧？真的甘心拱手相让？我不甘心。那就去吧，有我在，放心。夏暖也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两个负责人？范若若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前2天把民科实验室搞爆炸的就是他。负责人炸实验室，疯了吧？这位女士，获奖提名上写的是夏暖女士，这个奖杯应该发给她。不行，奖杯必须是我。夏暖，你不经过我的安排，私自进行实验，导致实验室发生了爆炸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就是个废物，没资格拿。我和夏暖接触过，他对实验很严谨的，不可能把实验室给搞爆炸的呀。够了，这个奖杯上明明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它是属于我的。我才是江教授的关门大弟子，你敢对我这个大师姐这么说话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少废话，把奖杯还给我。不可能，我是大师姐，所有的荣誉都应该是我先得，你只能得我剩下的。夏暖，你不就不服气我们若若当了实验室负责人吗？可惜有的人啊，天生就是贱命，这辈子算是和大奖无缘了。这辈子，我看下辈子也拿不到奖，就是个给实验室里打杂的，还妄想得到跟若若一样的成就，痴人说梦。你们说我没有资格，那他范若若就有资格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奖项背后的实验项目是哪个？你们知道实验结果吗？有数据资料吗？还有你，我的好师姐，你知道这个实验项目是哪一个吗？连实验室什么都不知道，敢说是自己的奖，真是不要脸！参加一个颁奖典礼能吃这么爆裂的瓜，我赚大发了！就是这种蠢人是怎么当上江教授的关门弟子的？夏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参与这个实验，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问我实验的相关问题，让我难堪。你要是不来跟我抢这个奖，我又怎么会来招惹你？这个奖杯不属于你，范若若，把奖杯还给我。不可能，奖杯必须是我的，我是实验室的负责人，你们不过是给我做实验的下属罢了。天哪，这还是21世纪吗？怎么真有人把别人当奴隶来使？江教授的关门弟子就这素质？江教授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怎么可能收这个疯子当学生？不会是被逼的吧？我说，把这个奖杯还给我。这个奖杯不属于你，它是属于实验室的，它是属于实验室每一个辛苦付出的人。我绝对不会让你玷污它。好，不就是个烂奖杯吗？我不稀罕，给你就给你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叔叔，你疯了！我是江教授的关门弟子，一个小奖项而已，老师不会怪罪我的。倒是你，
反应这么大，真是没见识。要是骂得太难听，教授会不会被吓得不认我？夏暖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是想偷了这个奖杯给你那个野鸡导师吧？怪不得你这么在意这个奖项。你那个废物导师，闭嘴！不允许你侮辱我的导师！你敢打我，我饶不了你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敢管我的闲事？知道我老师是谁吗？大名鼎鼎的江教授。动了我老师绝不会饶过你。哦，江教授，我怎么不记得江教授说过有这么一位出色的关门弟子啊？师兄，原来是夏暖的同伙，怪不得这么维护他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惹了我，让你们通通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像玉林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偶像？他是林叔。什么？你说那个人是科技新贵林叔？玉林，你搞错了吧？林叔可是业界大佬，怎么会和夏暖这么个废物站在一起？不可能，偶像的采访我都看过，我今天还特意去他附近坐了一会儿呢。我不可能认错，他就是林叔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魅力啊，狂热小迷妹！要不你收下他吧。一边去！我在这救你，你转过头就报复啊？世界上还有比你更狠的吗？那怎么办？你可是我唯一的师兄，我坑你坑谁呀？真是师门不幸。真的是林叔？怎么还能是冒牌师兄啊？戏过了，给我。他是谁不重要，范若若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夏暖叫他师兄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也是台下那个废物的学生，那就没什么怕的。夏暖，你不要以为你找了救兵来就能对我吆五喝六的。你们来自同一个废物导师，我根本不怕他。我是不是说过，不许侮辱我的导师？你别过来！我老师要是知道你们欺负我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哦，那你的导师什么时候过来报复我？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。喂，老师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来颁奖典礼现场吧。夏暖，他联合外人抢我的奖杯，还要打我。他们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再不过来，我和实验室的脸都要被他们丢尽了。等我老师过来，看你们还怎么嚣张。夏暖，你还有你那个什么野鸡大师兄，和你那个废物导师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要让你们在学术界混不下去。好啊，我们说你。若若好像真的生气了，这会不会闹得太大了？怕什么？若若的老师可是江教授，谁敢惹？还要叫江教授来，这下可精彩了。我看这女的精神不太正常，江教授怎么会出这种学生？等着看吧，我有预感，这是一个惊天大瓜。谁呀？敢欺负我的宝贝徒弟，给我腻歪了！老师，就是他们，夏暖，还有他师兄，他们联合起来抢我的奖杯，还威胁我。他们简直是把您的脸面扔在地上踩。别怕，老师就是来给你做主的。就是你们敢欺负我的学生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可是江恩启。他就是江恩启教授，这么年轻，感觉不太像啊。我之前远远见过江教授，
气质儒雅，文质彬彬，就1年时间变化这么快吗？你哪个单位的？敢动我江安琪的鞋带？江安琪，我怎么不认识？你算老几？我需要你认识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必须给我学生道歉。还有夏暖，你被开除了，以后民科实验室没你这号人。我说大哥，能不能别一直掐我呀？你要是憋不住笑，你就赶紧走。高潮马上就来了，你得先让我走。悄悄说什么呢？见到我老师，怎么连话都不敢大声说了？刚刚不还挺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成鹌鹑了？还有他，老师，那个老男人是夏暖在外面乱认的导师，就是他指使夏暖欺负我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表哥，好久不见，江年。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了我？表哥，我错了，是他，是他逼我的。不可能，你是江教授，那他是谁？敢冒用我的名字在外招摇撞骗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赚点小钱花花。你饶了我吧，表哥。范若若，你冒充我的学生，欺压同门，毁坏实验室，窃取研究数据，大闹颁奖典礼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你真当我不知道吗？诸位同仁，今日让大家见笑了，我江安琪在此郑重声明。我的首席大弟子从头到尾只有夏暖一人。啊？我呢？你不想要给我？老师真是太偏心了。你不都毕业了，你跟我讲什么呀？借此机会，我也要宣布一项重要决定：从即日起，夏暖将正式担任民科实验室的主理人，全权负责实验室的管理、项目运营和团队建设。我相信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民科实验室必将迎来新的辉煌。启明星奖的项目，从头至尾都由夏暖主导完成，他是唯一且当之无愧的获奖者。至于这位范若若小姐以及我的表弟江年，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法律以及学术道德底线。同志，我要正式报案并提出申诉。范若若涉嫌学术欺诈、名誉侵害、故意毁坏财物，以及涉嫌和江年合谋骗取科研经费。江年涉嫌诈骗、招摇撞骗。主播小姐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不要，你们不能抓我走，我是被江年骗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范若若，你要不是虚荣心作祟，想冒充江教授的弟子走捷径，又怎么会被江年骗呢？实验室的投资被你搅黄，器材被你烧毁，这些账你也该算清楚。我只是想快点成功，我只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。成功？成功不是靠弄虚作假得来的，搞科研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钻研。你走捷径搞破坏，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，还连累了实验室的其他成员。你觉得你现在值得同情吗？我错了，我错的离谱。带走。我居然对江教授说了那样的话，我真是罪该万死啊！江教授说的没错，科研没有捷径，我们错了，
我们错大了。这个奖项属于我的导师江恩琪教授，没有他的信任与教导，我不可能站在这里。他也属于我们实验室每一位曾经共同努力的伙伴们。尽管我们经历了风雨，但科研之路本就是一场与未知和困难的博弈。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奖项，不在于虚名，而在于我们追求真理的初心，在于我们面对挫折永不放弃的勇气，在于我们坚守学术诚信的底线。今天这个奖杯是对过去的肯定，是对未来的鞭策。我们会重建实验室，继续前行。暖暖姐，投资方找你。好，稍等。夏小姐，我已经看到颁奖典礼的新闻了。之前因为误会中断了投资，我代表实验室在此宣布，不仅立刻恢复投资，而且再追加50%。我们只相信真正的实力和品格。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。哎，笑死我了，真是个笨蛋。都毕业2年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懂事？轻点，轻点，我可是你亲师兄。我现在可是老师的首席大弟子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说，找我来干什么呢？先松开我呀，傅奶奶。这小孩个子不高，手劲这么大。错了，我来自然是有正事。老师特意交代过，今天要带你们出去好好吃一顿，就当安抚你们这些天碰到的烂人烂事了。范若若，她怎么样了？范若若罪行较轻，就判了几个月，但是经济赔偿比较高。至于江年那个混蛋，他打着老师的名号出去骗钱，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度过吧。这都是他们的罪有应得。演戏，演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到时候就配合我演戏就行。我今天一定要让他们露出马脚。这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待会儿就照我说的做就行，我一定要让你拉风登场。来，跟我走。哎，你不是说要请组里人吃饭吗？赶紧去通知他们那家。我们还有别的任务，去接导弹放学，再晚该挨骂了。走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儿。这是我们接下来3年的项目规划，大家请看技术路线图。我们计划分为4个阶段进行推进，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技术指标和交付目标。这个规划很详细，我们实验室全力做好配合工作。资金方面，我们会分3期到位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。临床测试方面，我们会帮你们对接全国10家重点医院，提供足够的病例和数据支持。人才招募方面，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几个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生，保证团队的科研实力。另外，我还认识几位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，他们的研究方向与这个项目非常契合。这个项目的设计的确很出色，既考虑了技术的前沿性，也兼顾了落地的可行性，在项目规划上的确做得很到位。暖暖，你做得很棒。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，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。在此，我会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带领团队全力以赴，不辜负每一次信任，不错过每一份机遇。好好干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啊，就能超越你师兄了。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啊。我就总说您偏心，夏暖还说我。您这次要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师姐，实验有成果了，你快来看。什么？走，快走。